在斗罗大陆动画《绝世唐门》中，雪帝和冰帝两人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。两人同为极北之地的超强魂兽，而且修为都突破了10万年，其中冰帝的修为是40万年。但是当初霍雨浩去寻找他的时候，他正在突破瓶颈，实际上修为并没有达到40万年，而是在和霍雨浩融合之后，才真正达到40万年修为。至于雪帝，他的修为是70万年，实际上也是在突破瓶颈的阶段。雪帝去找冰帝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为了让冰帝帮助自己突破70万年瓶颈。毕竟魂兽靠自己来突破是非常困难的，哪怕是冰帝帮助他，也不见得能够突破这70万年年限的大关。当年冰帝突破30万年年限的时候，也是借助了雪帝的力量，在关键时刻雪帝出手，不然冰帝也可能会灰飞烟灭。雪帝和冰帝两人一直都在相互在帮助，算是生死交情了，难怪两人的关系那么好。就天赋方面，雪帝的天赋明显要更高一些。首先是他的修为达到了70万年，而且在没有冰帝帮助的前提下，他依旧能够突破各种年限大关，的确很强势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既然雪帝和冰帝都是超高年限的10万年魂兽，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在一起进行双修呢？如果他们进行双修的话，是不是更容易帮助对方突破瓶颈呢？两人也都是冰雪属性，一起修炼应该效果不错。其实雪帝和冰帝他们都有各自的地盘，并不是单独一个人在修炼，他们也需要管理自己的种族。比如说冰帝他作为冰帝蝎的老大，全称是冰帝帝皇蝎，自然而然也要帮助他的子民提升修为，而且冰帝对子民特别关照。这一点其实可以从拍卖场上出现冰帝蝎的魂骨后，冰帝勃然大怒就能够看出来。而这一次冰帝选择进入霍雨浩的体内，也的确是走投无路了，毕竟他的大限将至，而且就算冰帝和雪帝两人双修，他们也无法突破最后的瓶颈。想要成神是极为艰难的，魂兽成神难度非常大，比如深海魔鲸王这头100万年魂兽，他都没能成神。100万年级别的魂兽还包括天梦冰蚕，他也是只能考虑寄生在霍雨浩的体内。一般而言，10万年魂兽都会考虑化形，通过化形这种方式来缔结。相对而言，人类成神的难度比魂兽成神的难度要更小一些。不过天梦冰蚕还是很聪明的，提出新颖的造神计划。而雪帝来到精神之海，让伊莱克斯觉得很惊喜，因为他知道雪帝是吸收天地灵气而幻化而生的冰天雪女，而且成就了这么高的修为。伊莱克斯觉得雪帝不应该就这么消散了，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就选择帮雪帝稳固精神本源，同时他还称呼雪帝为小姑娘。这个称呼也暴露了伊莱克斯的年龄，他的确是一个很老的角色，雪帝和冰帝也都很尊敬他。本期内容就到这，对此小伙伴们是什么看法呢？欢迎一起探讨。我是小红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谢谢。